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这个行情道琼斯工业指数完整的走出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预期。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当中包括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合、唐僧阴线。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容易发生小时线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那么小时线级别反弹西游在10月6日这组行情当中出现之后，我们就判断对于道指来说，它容易走出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然后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目前在4小时级别上已经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跟着干扰型 K 线，然后走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目前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还没有完全结束那对于道指来说，上方目标点位就在$34,000这里面是容易走出完整的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的。但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34,000这个位置上刚好是白色线169日均线和红色线144日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反弹还是反转，要耐心等待道指能够突破144、169这个压力之后才能够判断。但我认为大概率这个位置上是会得以突破的，原因是在更大的时间级别上在周线级别上，本周行情这个悟空阳线在周线级别上出现了，那么上方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未来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很可能会在站稳34000点的基础上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最终呢，有可能做周线级别的上涨，完成它的一个企稳和突破性的动作。那么我认为对于道指来说，虽然美国是一个经济下行，但是经济下行的趋势当中它的股票市场和经济往往是相反的虽然它不断的加息，但是这个货币会导致股票不断的上涨。那在我看来，只要能站稳34000点之后，还是容易走出一轮新的牛市从而突破前高37000点附近走出一轮比较好的牛市行情这个牛市行情特别是在24年是非常容易出现的。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时事上的热点无非就是巴以冲突。那巴以冲突我们知道战争呢一定会引发黄金还有石油特别是加沙地带这个地方盛产石油，所以呢黄金和石油在和原油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乱世黄金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认为比特币是一种数字黄金，但是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特别是在日线级别上表现还不那么好。那是不是因为黄金是黄金，比特币呢还是比特币，它不是数字黄金呢？我认为完全不是这个位置上的调整呢，还是在盘整6月份到8月份的这轮上涨6到8月份涨到32000点从25000涨到32000 32000点，这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这个筹码缺口在这里形成。多头的筹码缺口呢，往往通过空头来进行回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看到1次回补、2次回补、3次回补和目前的第4次回补。在回补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迎来了10月1号比特币月的开盘动作。那么在10月1号这一天，我们看到比特币站上了28000点28000点这个位置上存在3重压力。我们看到日线级别144均线压力、169均线压力和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构成的同样位于$28000的压力，所以呢这个位置不容易突破。但是结构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红色线波谷连线和下面的这个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新的收敛三角形那这个收敛三角形就是在$28000到$26500这样的一个区间，它的一个震荡空间那就这一点呢，我在上周行情分析当中就给了出来因为它的这个结构呢是已经确定下来的有已知的波谷连线已经画了出来，所以呢我们非常肯定在这个区间28000到26500这个区间它会继续反复。那上方压力28000确定下来之后过不去，肯定要落到26500这个位置。那么只要震荡能够得以进行，那么它就会不断的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我们认为10月中下旬是一个当前结构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区域。那同样伴随我们看到美股的反弹、原油的反弹黄金的上涨，那世界的金融市场都是一根绳上几个蚂蚱，包括比特币在内我认为触底$26500不跌破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我认为比特币会重新反弹上来，也就是说在10月中下旬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有非常大概率重新企稳的。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周线级别最关键的一周呢，就是在23年6月19日这周。那这周的开盘价刚好在26329注意看我屏幕左上角大家这个周线级别的开盘价26329，也就是说26329这个位置我们粗略把它定义为26500，好记嘛？这个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出现反弹，因为6月19日今年6月19日这周走出的是一个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不跌破的情况下，上方我们还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6月19日后面的这些 K 线都可以认为是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对于多头的判断。只要6月19日开盘价不跌破短时跌破也无所谓，只要能快速收回来，这个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上方我们还是看一轮牛市重新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发育出来。那这里呢是我们多空实时追踪的数据，这里包括 Binance 平台上所有的主流币、次主流、山寨币。那在这个图表当中，我们看到这里包含的时间级别是15分钟级别、小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的多头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3个时间级别的空头。那么在这个图表上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多头目前仅有3个，而且包含了一个 BNB 档证明 BNB 正在下跌这里多头的是 BNB 档。那么多头在4小时级别上仅有2个币种 IOTX 和 TOMO， 这2个都是算是山寨。那么通过这个图表，我们认为随着比特币的下跌，那么绝大多数主流和山寨币都在一个下跌的行情当中但是唯一有一些强势的是我们最近一直重点布局和关注的是 LQTY 这个呢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仍然强势，它的趋势上是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走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其中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走到了一个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悟空、八戒、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方呢是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在 Binance 平台上的一个次新币种这个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多头。然后我们回到 BNB 我们之前给了非常多的解读，那么重点的解读呢是在$220这个位置上，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这个支撑跌破之后，对于 BNB 这种主流币来说，它的下跌空间将要被打开。为什么说这里会打开呢？原因是$50到691高点这个位置上存在非常多的一个筹码空缺，但是691到220这个区间经历了2年的震荡盘整，已经完全进行了回补。回补过程当中，底部位置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支撑位，就在220点$220，我们也可以非常好记，这是220练字跟压220嘛。这个位置跌破之后，我们认为$220到$50这样的一个区间可能会进行一次快速学习式的回补。但是呢，下方我们连过来之后，可以看到18年2个波谷18年和20年2个波谷位置连过来之后，在$100附近是有一定支撑的所以呢，建议对于 BNB 想抄底的位置是在$150可以布局第一个仓位那更往下的仓位是随缘的任何一个人，包括神只要他不是神仙，大概率不能够猜准一波行情它的最低点在哪儿，只能是把握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趋势。那么$220下方的 BNB 我认为是极具投资价值的所以呢，对于 BNB 的抄底动作，大家应该着手开始缓慢挂单布局。那么在未来，只有在这个黄金坑的区域上有仓位才能赚得未来 BNB 可能会有起码20倍以上的利润空间有仓位，把握趋势，分仓进场，甚至止损，只要把握 K 线稀有战法当中的这几点或者是某几点大概率就能获得趋势上的利润。而趋势上的利润是你在短期波动当中追涨杀跌过程当中是没有办法可以比的趋势上的利润是非常雄厚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